快给大家先直接讲选的人豆皮寿司，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豆皮寿司。我是不是很有财富思维的人？一副脑袋已经植到我这里面了，所以你就跟着我学，就会直接拥有财富思维啦，这就是重点啦，后面不用看。爱儿手。我是艾尔莎，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真的很重要，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财富思维的富脑袋。我跟你讲，你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就要拥有他的思维。那我们都想要变成有钱人，拥有财富的人嘛，不管你的数字是多少。但是呢，要像那样子的人，我就先把他的头脑、他的思维全部植到我的头脑里面，然后这样子我在生活里面的言行举止才会像这样子的思维的人。也就是说，俗话说得好，思维会影响你的行为，行为会让你拥有这一些富有的习惯。所以所有的东西要根本的改变，就是要从思维开始学习起。那我今天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测验哦。假设呢，你现在进去一个很棒、很棒、很 fancy 吃到饱的店。那进来这个吃到饱店的时候，你看到琳琅满目，真的什么都有，你都太想拿了。请问你会怎么开动呢？选 A 就是你会直接选最贵的食物，选 B 呢就是你会直接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不管它贵不贵或 CP 值高不高。选 C 呢就是不知道，走走看看，或者是跟你的同桌友人就是讨论，或是看他拿什么，然后你再拿什么。赶快给大家。快猜这是什么？一休和尚。这新时代的小朋友是不知道一休和尚是什么啊？他现在讲财富思维，一休和尚不对，和尚最不会有财富。他们也不可以吃buffet，因为里面太多肉。可是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喝酒昏死，你知道吗？不知。不好意思，大家闲聊，我们闲聊起来了。好，给大家思考完了以后，回来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来直接公布正解。先直接讲选 C 的人，就真的有哟。你不是说有点可怜，但真的有点离财富思维太远太无远，就代表你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通常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你在生活里面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生活里面哪些是重要的资讯，让你学习，让你成长，甚至你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做决定。所以这样子的人就是思维不独立，行为不独立，你真的就很难经济独立。所以这样子的人真的有点危险，好不好？一定要赶快继续订阅艾尔莎。自己直接先倒回来，就是让你赶快把那个思维或是自己的那个独立思考，赶快就是把它养回来，好不好？好，所以选 C 的就是真的是比较最惨，一直想要保守，可是没有办法，想要婉转但没办法。好，再来选 A 的人呢，有没有人选 A？ 最贵的食物，我爸最爱吃牛排，然后每一次我带他去吃那种很贵的，很贵就是有很多海鲜吃到饱，然后但他就真的会在他的价值观里面，在你知道那种 old school 就觉得牛肉就是最贵的嘛，所以我一定要吃牛，所以才最划算，所以不管去吃哪一种形态的那种吃到饱，他就是会冲去拿牛肉拿牛排，但是我就常常问他。就这真的是你最喜欢的吗？你不是跟我讲你最喜欢吃龙虾吗？可是他就会说不行，最近这个牛肉啊变得很贵，我一定要去吃回本，所以我一定要去选牛排。这就是会陷入 A 里面的陷阱。也就是说，当你去选最贵的食物的时候，你违背的有可能就是你最喜欢的事情。所以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呢，他们通常都不会去看这个贵与否，他是直接忠于他想要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他吃完这个食物，他要享受和快乐，所以他不会把这个贵与否放成第一个指标，他是快乐与否、享受与否去看他要做哪一个决定。所以呢，比较真的拥有财富思维的人，他会直接选择 B， 我不管我喜欢的是不是豆皮寿司，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豆皮寿司。我吃过最贵的吃到饱好像是4000块左右吧，台币。然后我就疯狂拿3个豆皮寿司，然后那个豆皮寿司吃起来就跟真鲜差不多。但我就是当
当下很想吃，所以我不 care。那一天我就是很想要吃饭，你知道有时候就很想吃淀粉，所以我一进去就先拿了3块豆皮寿司，然后身边的友人全部傻眼，想说你还好吗？就旁边一大堆那种现弄的海鲜，然后我竟然不选，因为我现在就想吃，我没有说我不吃其他的东西哦，但我只是因为现在想要先直接满足我今天知道我进来要得到的喜悦。我是不是很有财富思维的人？一副脑袋已经植到我这里面了，所以你就跟着我学，就会直接拥有财富思维啦，这就是重点啦，后面不用看。所以从这个选择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钱人他们永远都是非常直接的面对生命的所有要的事情就认真追求，他很诚实的接受他要的就是这件事，不管这件事情好不好看、丢不丢脸，或会不会让他面对很多挑战或阻碍，他其实不在意。所以呢，我们再回来去看，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就直接追求我自己最想要的事情，这不是大家都想要？没有哦，你回来看看你现在的职场，回来看看你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是你最想要的吗？现在的职场和老板是你崇拜和喜欢的吗？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否，但为什么是否？那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选更难、更痛苦的路，甚至你不愿意先去接受一些风险和挑战，让你很痛苦的绕远路，但是可能是直接在生命里面是追求你最想要的。所以这个东西要落实在生活里面，其实非常困难。可是我身边非常多很精英，还有很有钱的人，他们其实是真的很专注在他们的目标。然后只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活，不在意身边的一切，不在意任何的阻碍。再来，你从这样子的选择中，你会看到第二件事情，叫做风险。很有钱的人，因为他们太有钱，所以他们机会成本过高，所以他们必须要看得懂风险。尤其是已经创业的老板们，他到底怎么能确定他等一下的时间不会被占用？例如说，他吃饭吃到一半，他的员工叫他回去处理紧急的事件，或是工厂失火，或是他做到一半，某一个客户打给他很重要，要冲去签这1000万的案子，你总不可能继续在这边吃着你的 buffet 吧？所以你现在不先去做你最好的选择，你等一下就会遇到这些风险，让你再也没有机会去选择那些最好的选择了。这不就是一个用全局观、用纵观思考来看，超不划算的一个选择吗？所以呢，有钱人把风险放进去这个概念，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就是平常你在一直赚钱的同时，大家可能基本会想到哦，要存钱，要投资理财。可是为什么有钱人他们非常爱买保险，然后非常爱去做一些真的抗风险的投资、资产配置？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你不管再怎么努力，有一天你可能都会被一个很大的意外给击垮。那个击垮可能会让你一蹶不振，所以他宁愿把很多自己的选择放在让自己未来不会遇到有的没的风险上面。所以要提醒大家啦，你在生活里面呢，可能真的要做很多关于抗风险的事情，钱要多存着，或是多拿这些钱去养钱，再去做投资理财，说甚至很简单，直接去买保险。像我这个人就是在存款之前，我是先把我的保险买好买满。要知道，我全家。我的所有的闺蜜，我的所有的这么多的员工现在2个，都靠我养，我怎么能突然残疾，突然没有收入？所以我对于这些东西我是很敢下手的，因为我知道我一旦没有收入的时候会有多危险，所以我是非常在意风险的。但是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不用钱，但是去让你现在慢慢建构你抵抗风险的能力呢？就是广结善缘。我没有在开玩笑哦，我是常常做事情非常冲哦，我创什么业，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是真的是很大把的投钱，大步的往前冲，因为我知道平常我对身边的哪些人很好，然后我也常常跟他们确认，如果今天有一天我饿死的话，你会请我吃麦当劳吃连续1个月吗？他们都答应而且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朋友，我就真的跟他讲说，我等一下要去创业，然后会孤注一掷的投入一切，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破产到连衣服都没得穿，然后每一餐都没得吃的话，我可以吃你家住你家的连续半年吗？他说好，然后我就叫他再录音一次。就是确认他真的到时候会这样救我，然后这些人就真的那么帮我，然后我得到了这一些支持的那种系统，或是那种人生的那种支撑团队了以后，当然还有我家人也很愿意帮助我，我就可以知道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往前冲，因为我先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抗风险的小团队。我们为什么在自己很顺遂的时候要常常
帮助别人或是对别人不要骄傲，要往上爬可以，可是绝对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不能做坏事。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让你自己未来有抗风险的能力，你万一掉到谷底或你下滑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人帮你撑腰？这种概念其实是更高级的思维，去广结善缘，去帮助别人的。所以当然啦，多帮人啊，或是让世界很美好这种大同的理念很棒，但它其实背后有更深奥的意义，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有支撑大家的财富思维了。好啊，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艾尔莎一起继续拥有财富脑袋、财富思维，跟着艾尔莎一起跳举人生，订阅艾尔莎啾啾。